室友当着全班同学甩10万块买我给他洗内裤。我跟人赌了一辆兰博基尼，说你会愿意，兄弟帮个忙，事成之后立你50万。我刚要答应，同班小青梅却拍案而起，上去就甩了他一耳光。有钱就可以这么羞辱人吗？拿着你的臭钱给我滚！赌约因此不了了之。青梅却靠着这一耳光成了网红流量，做起带货主播，赚得盆满钵满。而我却成了他口中谄媚金钱的丑角，几乎社会性死亡。我求他直播时别再提我，他却义正辞严，不行，我要让世人都知道做金钱奴隶的下场。我被他的粉丝围观嘲笑，推到马路中央被撞身亡。再醒来，我回到室友打赌那一天，手机微信闪出弹窗，同桌小青梅抬手正要甩巴掌，我一声大吼：你大学4年的内裤我全包了，纯手搓不掺假，我不仅乐意洗，我还每天直播洗，老子就是爱钱，咋了？洗4年工资60万，咋了？凌晨给你10万，给我洗一次内裤怎么样？富二代室友周洋嚣张的声音传来，还夹杂着周围同学震惊的吸气声。我却神情恍惚，有些反应不过来。此刻手机消息弹出，我低头查看，是周洋发来的。我跟人赌了一辆兰博基尼，说你会愿意，兄弟帮个忙，事成之后立你50万。熟悉的场景和对话重现，我掐了一把大腿，真实的疼痛感告诉我重生了。重生在大一刚开学的时候。上辈子周洋向我提出了这个要求后，我还没来得及开口，我的小青梅陈淼淼就愤怒的起身，冲上去甩了周洋一个耳光。有钱就可以这么羞辱人吗？拿着你的臭钱给我滚！他这一举动被人拍下来发到网上，网友纷纷给他点赞，赞扬他不为金钱折腰，人穷志不短。他借着这股流量开启了直播，讲述自己是如何清高，如何维护自己的尊严，如何不为5斗米折腰的，借此赚足了流量。但没多久，见话题逐渐冷却，热度下降，他为了翻红，直接开始抹黑丑化我博眼球。在他口中，我成了那个人人唾弃的丑角。我被网友唾弃网暴，我奶奶因此气得脑出血住院，急需50万医药费。50万，我是留守儿童，从小靠奶奶养大，哪里有50万？如果当初帮周洋完成了那个赌约，我没办法，只能找到周洋，求他救我奶奶一命。我苦苦哀求了1周，周洋终于答应借我这笔钱。就在我满心欢喜拿着支票，想着奶奶终于可以进行手术时，陈淼淼举着手机，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跳出来，一把夺过我的支票，撕成粉末。林城，你太让我失望了，居然为了50万再次折腰。如果你奶奶知道手术费是你通过不光彩的手段赚来的，她得多内疚。陈淼淼一边举着手机直播，一边撕碎了我的希望。我再次被打入绝境，而她再一次成了众人眼里的正义。我没办法，只能去打工赚钱。我接了份家教，24小时打工，用辛苦挣来的薪水支付能勉强维持我奶奶生命的医药费。陈淼淼却阴魂不散，再次找上门，说我私下给高中生补课会破坏教育平衡。如果高中生都私下补课，那还要老师干什么？我们需要公平公正。他故意在家长面前说我是为了钱不择手段的人，谴责我这种没有德行的人，教不好学生。最终我被家长辞退，无人聘用，而他却继续直播批判我。我甚至被开河线下网暴。我哀求他不要再直播批判我，也不要再插手我的生活，我奶奶等着我救命。他却义正辞严，不行，我要让世人都知道做金钱奴隶的下场。我在过马路时被他的粉丝认出，他们追着我嘲讽嬉闹，不知是谁将我推到马路上，货车从我身上碾过，带走了我的命，也带走了奶奶生的希望。思绪回笼，我紧紧咬着牙关，回头一瞥，却见陈淼淼跃跃欲试，准备冲出去伸张正义。我一脚踩在他的脚上，抢先站起来，对着周洋大吼：大佬，你大学4年的内裤我全包了，纯手搓不掺假。陈淼淼被我踩得面目狰狞，看到我竟然答应了周洋的要求，更是不可置信。他痛心疾首，斥责道：林城，你竟然是这样为了钱没有底线的人，太让我失望了。难道你没有尊严吗？我内心冷笑，你口里的尊严值多少钱？我只知道上辈子有了这50万，我奶奶就不会死了。我死猪不怕开水烫，不陷入自证陷阱，洗个内裤就能挣10万，何乐而不为？我可没有你那么高尚。陈淼淼气得面红耳赤，你这样做只会助长这些富二代的恶习，我们穷人也有尊严。神经，谁要跟你当穷人？这辈子我要抱紧周洋的大腿。我微信回复了周洋一个 OK 的手势，脸上挂着笑。得了，周少，你看需要什么时候写？你们要是不放心，我还可以直播写。周洋似乎没想到我会答应的这么干脆，咧开嘴直乐，不用直播洗了，今天晚上写，我现在就把钱打到你卡上。教室里的同学纷纷起哄嘲笑我。不是吧，林城真干这种事也太没有尊严了。是啊，也不怕周洋拿他寻开心，到时候他什么都得不到。众人正窃窃私语，周洋向那群公子哥眨眨眼，语气嚣张：我赢了哦，兰博基尼明天停我楼下。
话音刚落，我的银行卡就显示到账60万。我看了一眼手机，脸都笑开花了。谢谢周少，钱已经收到了。周阳摆摆手走了。剩下表情裂开的同学，不是吧？周阳真给他转了？陈淼淼的脸更是气成了猪肝色，眼里有藏不住的鄙夷，以及隐晦的懊悔和嫉妒。晚上我就兑现了承诺，洗内裤。为了表示我没有造假，我拎着内裤再三询问周阳要不要开直播洗。周阳表情复杂，面色发红的拦住了我。我看着手里内裤的尺寸，资本不小，害羞啥？我哼着歌洗完了内裤。周阳躺在床上打游戏，另一个室友徐浩文去图书馆还没回来，还有一个室友宋宇豪正坐在床上，一脸愤恨又嫉妒地看着我。我拿着内裤到阳台上晾，突然一个强照灯照亮了我，刺得我一瞬间睁不开眼睛。随即对面女生宿舍传来陈淼淼恨铁不成钢的声音：林城，你竟然真的为了钱干这种事？钱对你就真的那么重要吗？竟然连尊严都不要！陈淼淼这一喊，男寝女寝都看了灯，纷纷探出头来看戏。我慢悠悠晾完内裤，我凭自己手艺赚钱不丢人，我这钱赚的也没碍着你什么吧？你就非得抓着我不放？莫非你嫉妒我？陈淼淼被我说的大怒，仿佛受到了什么奇耻大辱。你别胡说，我怎么可能嫉妒你这种人？他眼神躲闪，恼羞成怒，这种钱我宁愿不要。说着，他关了灯，拉上了窗户和窗帘。其他人还想看我被羞辱自卑的样子。我扫视一眼，语气轻快道：周少，晾完了，下次有这种事再找我。跑腿什么的，我最在行了，给你打8折。晚上睡觉，看着银行卡里的余额都格外踏实。有了这笔钱，这辈子奶奶的病就有救了。至于陈淼淼，她要是再继续下去，必然是自掘坟墓。第二天我去食堂，给自己加了2个大鸡腿。上了大学，除了我自己的兼职，还有奶奶做零工给我的钱，我都舍不得花，存起来。平日里抠抠搜搜，连肉都很少吃。我正心满意足啃着鸡腿，陈淼淼出现在我面前：林城，你干出这种事，怎么有脸来食堂的？啊？我不偷不抢，干出什么事了？看着陈淼淼控诉的眼神，我一阵无语。站我面前干嘛？你要是吃不起饭了，就去找周少见。眼见我与陈淼淼起了争执，食堂里买饭的同学都放慢了脚步围了上来。看着这么多人，陈淼淼有了底气，义正辞严地批判我为了钱抛弃了尊严。我刚准备咬一口鸡腿，陈淼淼看我油盐不进，一巴掌打掉了我手里的鸡腿。林城，你怎么吃得下去？要是我就算饿死，也会为了钱出卖尊严。看着滚落在地的鸡腿，我眼神冷了下来。陈淼淼，你要是嫉妒我白得了10万块钱就直说。我看了一眼人群中陈淼淼的室友，语气讽刺：你要是真的有尊严，就别偷用你室友的香奈儿香水了。此话一出，陈淼淼脸色一下白了，人群中也传来窃窃私语。陈淼淼的室友闻言大吃一惊，审视的眼神向陈淼淼望去。陈淼淼眼神躲闪心虚，吼道：你胡说什么？林城，我才不会干这种事，我是有尊严的人。上辈子就传出陈淼淼的一个室友大牌化妆品和护肤品经常被偷用，但一直没有抓到是谁干的。刚才我也只是随口一说，看样子歪打正着，真的是陈淼淼干的。突然人群里有人喊道：那天我确实闻到了陈淼淼那件白色裙子上的香奈儿香水味。陈淼淼快抓狂了，她引以为傲的尊严仿佛要被人挤碎了。虽然大家基本判定是陈淼淼用的，但没有实质证据，加上陈淼淼咬死不认，这是不了了之了。倒是有不少人私下嘲笑陈淼淼，你说他是不是闲得去管人家林城？林城不偷不去抢，凭本事挣钱，咋了吗？是啊，什么尊严不尊严的，早知道周阳真给那10万，换我也洗。陈淼淼那么有尊严，不还是偷用人家的香水？哈哈哈哈！陈淼淼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冲出来，推搡那2人。你们胡说什么？我绝不会为了虚荣出卖尊严，我不是林城那种人。走着瞧，我一定会证明给你们看。就这样，我在宿舍抱上了周阳的大腿。他不差钱，也乐意多个办事利落又不多事的狗腿子，而我就成了他的御用狗腿子。只要他一个电话，早八帮他送饭签到，打球帮他送水，雨天给他送伞，雪天给他送衣，真是比他妈妈都对他上心。他的兄弟还戏谑到要开大价钱挖我，都被我无情拒绝。忠臣不是二主，我可是个有底线的狗腿子。周阳豪自然卖大气，给钱痛快，甚至我的学费和住宿费都是从他卡上花的。我看着银行卡越来越多的余额，每个月可以寄给奶奶好多补品和钱，笑得见牙不见眼。我还给奶奶报了全身检查，又严格让她只能吃清淡饮食，也许这能预防她再次发病。中午我在宿舍吃完饭，照例帮周阳收拾了垃圾，准备拿出去丢掉。室友宋宇豪突然阴阳怪气开口：真是天生奴才命。我愣了愣，这是在说我吗？看着宋宇豪3角眼里透着浓浓的鄙夷，我不骄不躁，慢条斯理回道：那也比天生贱骨头要好。宋宇豪最近心情很不好，
他女朋友被隔壁体院的一个富二代撬走了，他苦求复合无果，被打上了舔狗的标签，所以他现在仇视所有有钱人，连带着有钱人的狗腿子。宋宇豪大怒，我最恨的就是你们这种为了钱可以出卖一切的人，为了区区10万块钱你就给别人洗内裤，你不觉得羞愧吗？区区10万，那你好高尚哟。听说他女朋友生日，他连个200块的口红都送不起就算了，还装大款送人家假货，最后两人吵架，女朋友让人撬走了。但凡你有个10万，女朋友都跑不了，现在却打着高尚的名义站在道德的制高点鄙视我。我刚准备喷他，突然看到了周阳给我的这一周跑腿的转账7000块钱，心情瞬间开朗了。我笑嘻嘻的给周阳发了感谢语音，听着我一周光跑腿就小1万，宋宇豪脸都绿了。我晃了晃手机，别打肿脸充胖子了，想洗内裤后面排队去。宋宇豪在宿舍无能狂怒，他不敢欺负周阳，在我这里也占不到什么便宜，就把火撒在了平日里最老实的徐浩文身上。徐浩文是贫困生，平日里为人内向自卑，一心扑在学习上。晚上我回宿舍就听到了两人的争吵，原来因为徐浩文早上起床去图书馆学习，宋宇豪说他关门声太大吵到了徐浩文，可是徐浩文从来都是轻手轻脚的，而且徐浩文离开宿舍已经早上9点半了，也到了工作日正常人该起床的时候。徐浩文气得满脸通红，可他很明显不如徐浩文胡搅蛮缠。最重要的是他今早看了看柜子，发现宋宇豪把他囤的零七面包和方便面全扔了，这些可是徐浩文半个月的3餐。宋宇豪咬死说宿舍有虫子，一定是徐浩文的脏东西招进来的，就这么给扔了。可是徐浩文明明都用一次性包装袋密封了口，明眼人一眼就知道宋宇豪就是单纯找茬。看到我进门，压低眉眼不耐烦地看着他，宋宇豪立马没了神气。我走近他，1.85米的身高给了他浓重的压迫感。你这么高尚，不得把面包的钱赔给徐浩文？宋宇豪梗着脖子，我凭什么赔？我冷笑，不赔。好啊。我拿起他桌上新买的游戏机丢给徐浩文，去拿这个卖2手抵债。这个游戏机是宋宇豪刚买的，他宝贝得很。看着我这么轻飘飘的扔给徐浩文，心都要吓碎了。可他欺善怕恶，根本不敢和我硬刚。凌晨你住手，我赔。宋宇豪憋着一肚子，将钱照价赔给了徐浩文，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晚上周阳回来，看着自己那边干净的地面，还以为是我给他扫的，一会儿把钱转给你。我扬了扬眉，笑道：这次可不是我扫的，是浩文扫的。宋宇豪说地上有虫子，是他招进来的，徐浩文就把宿舍打扫了一遍。周阳无所谓地点点头，对徐浩文说：那行，一会儿转给你。徐浩文想拒绝，我笑着抢先道谢。我知道徐浩文最近要交书费没钱了，如果能赚到周阳的外快，可以减少他的经济压力。徐浩文抿着嘴感激地看着我，宋宇豪目光阴沉地看着我们3个。我就知道宋宇豪不会安生，他将我带着徐浩文一起赚周阳外快的事告诉了陈淼淼。早上一到教室，陈淼淼风一样冲到我和徐浩文面前，痛心疾首大骂：凌晨你太可恶了，你自甘堕落也就罢了，还要拉上别人，你们2个都没有尊严吗？我看着他义愤填膺的样子，只觉得他神经，你疯了吧？当道德标兵当上瘾了。陈淼淼一脸大义，多亏了宋宇豪同学告诉我这件事，我绝不允许你们这种人败坏我们学校的风气。当晚，陈淼淼就实名在学校论坛发了小作文，洋洋洒洒近2000字，批判我与周阳、徐浩文的作风，把我们比作学校和社会的毒瘤。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我们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帖子瞬间被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顶起来，有人骂我们见钱眼开，也有人骂陈淼淼多管闲事。舒坦日子过多了，管天管地，出去找个班上就老实了，人家不偷不抢赚钱关你什么事？杜绝这种风气，太道德败坏了。我看了几眼，兴致缺缺地退了出来。倒是宋宇豪一下午都在忙着在帖子里批判我们，虽然这帖子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总归膈应。我眼珠转了转，我记得学校论坛管理员好像是周阳的兄弟。我给周阳发消息：周少在吗？说帮忙删个帖，嘿嘿嘿。哪个？论坛热议，谢谢周少。OK。人帅话不多，不过一会儿帖子就没了。宋宇豪和陈淼淼顶了好久的帖子说没就没了，两人崩溃地质问我：你做了什么？我懒懒回复：哦，没什么，超能力罢了。两人白忙活了一场，也消停了一阵。但陈淼淼又发了一个帖子，说他绝不会向万恶的金钱势力低头，一定要跟不正风气战斗到底。我也很好奇，他到底要怎么对抗周阳有钱有势的超能力。自那以后，陈淼淼像魔怔了一般，无差别攻击所有有钱人。听说他与舍友吵了一架，因为舍友攒钱买了个 LV 的包包，他看不惯教育了人家一通，说有这钱为什么不能捐给需要的人，一定要买这些无关紧要的装饰品。他室友忍他好久了，这次忍无可忍，与他大撕了一场。再次见到陈淼淼是大3开学，辅导员组织了班会，
我与陈淼淼又共同坐在了教室里。陈淼淼盯着我冷哼，眼神孤傲又鄙夷。我嘴角挂着一丝饶有兴趣的笑，看向他的桌面。他的桌子上放着一款轻奢包，不算高奢，但也不便宜，2000多，款式是仿大牌，定位轻奢。他故意将包包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慢悠悠地打开，拿出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又装回去，故意刷存在感。放暑假，我们统一留在学校实习，没有回家。可陈淼淼经常早退，听说是在奶茶店摇奶茶，摇了2个月的奶茶，终于攒钱买了一只拿得出手的包包。这就是他所谓的清高，一边看不起别人的奢侈品，一边又拼命的渴望追求。班花赵文雅走进来，教室里立马传出惊艳与赞美声。她身上穿着蒂家最新的小白裙，衬得人像一只高贵的天鹅。天哪，人家才是真正的白富美吧？她那个双肩包要3万多。听着同学对赵文雅的夸赞，而陈淼淼原本以为能获得羡慕的包包，无人问津。陈淼淼撇撇嘴，不屑道：“谁知道他们的钱都是怎么来的？都是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周围人都用奇怪的目光看着他。陈淼淼更加有底气，以为是他清新脱俗、不慕金钱的形象吸引了大家。我在奶茶店打工时，经常有富家女在下雨天还点外卖，难道他们就不考虑一下快递员的感受吗？看着快递员风里来雨里去，我无比心痛。你神经病吧？赵文雅的室友听不下去，终于忍无可忍，打断了陈淼淼。人家不跑快递怎么挣钱？下雨天没有人点外卖，你给人家发工资吗？他不屑地看了一眼陈淼淼的包包，你怎么既可富又仇富，又当又立？陈淼淼脸色红一阵白一阵，但偏偏对方的爸爸是校董，他得罪不起，只能灰溜溜地忍下这口气。我在不远处看着，差点笑出声。我没想到陈淼淼会来找我借钱。他在我吃饭时坐到我对面，一脸别扭又高傲，开口就是让我借他2万块钱。我扬了扬眉，我看中了一个包，还差2万块钱，我忍住笑。想不到陈淼淼已经魔怔到如此地步了，借钱也要买大牌包。你给周阳当狗腿子赚了不少钱，我跟你不一样，这钱我以后肯定要还给你的。上辈子陈淼淼经常从我这里借钱，但从未还过。不好意思，我也没钱。我慢悠悠拒绝了他。陈淼淼眉毛一竖，不高兴道：怎么可能周阳给你那么多钱？我淡淡道：对，最近提了辆车，手头有点紧，还得继续给周阳跑腿。听说我从一穷二白到已经提车了，陈淼淼脸都绿了，眼里的嫉妒与后悔都要溢出来了。我本以为陈淼淼会从我的生活里消停一段时间，没想到过了2天，我路过女生宿舍楼下，看见我的室友宋宇豪在给陈淼淼揉脚踝。很快班级群里传起了八卦，原来是体育课上陈淼淼打排球扭了脚，在旁边场地打篮球的宋宇豪英雄救美，自告奋勇将陈淼淼背回了宿舍。过了几天，果然传来2人在一起的消息。别人在一起都有礼物，有仪式感，但宋宇豪表白什么都没有，而陈淼淼生日更是只送了一条3块9包邮的项链。陈淼淼看着操场上男生对女生表白摆满了花和灯，强压心中嫉妒，眼露愤恨。这种铺张浪费的仪式感有什么用？像我从来都不会主动问男生要东西。她一副好女孩的姿态，仿佛别的女生虚荣又浅薄。宋宇豪更是一脸深情地揽着她：淼淼，你跟那些虚荣的拜金女一点都不一样，你这样的好女孩已经不多见了。国庆节回家陪奶奶，因为这辈子我重生，早早的给奶奶做了检查，所以奶奶的病情没有恶化，身体健好，人也硬朗了。我跟她说我跟着师兄创业赚了一笔钱，奶奶既心疼又骄傲，让我不要给她寄钱了，她花不了，要我攒起来留给自己用。我看着她花白的头发，眼里闪着细碎的泪水。陈淼淼的到来打破了这片宁静与温馨，我眼神一冷。陈淼淼家离我家隔一条街，我俩从小一起玩，奶奶把她当亲孙女，对她也是呵护备至。可她在上辈子却不顾我奶奶病危，撕了她的救命钱。陈淼淼把我在学校给周阳跑腿的事添油加醋的给奶奶说我为了钱道德败坏，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晚上吃饭时，奶奶忧心忡忡：乖孙，我们虽然穷，但有些事我们一定不能干。奶奶还有一些积蓄，你不要因为钱去给别人洗内裤什么的。我抱住奶奶，笑着让她宽心。奶奶，我知道陈淼淼都是骗你的，哪个富二代那么傻，跑腿就给那么多钱？不好意思，周阳就是这个傻富二代。奶奶一辈子没见过有钱人，也觉得不可能跑腿就赚大几十万。放心吧，奶奶，这钱真是我们一起创业挣的，以后我还会挣更多的钱来孝顺你。奶奶感动的红了眼眶，强忍泪水的模样让我内心一阵酸楚。这辈子我一定不会让悲剧重演。过了国庆节回去，就听说我跟周阳一块被举报了，举报人正是陈淼淼。陈淼淼在选修课上光明正大的站起来举报我帮周阳写选修课的实践报告。老师辛辛苦苦讲的课，布置的作业，有些人不放在心上，随随便便就找人帮忙。我认为这是对老师
对教育的蔑视，老师一定要严惩这种行为。同学、选修课老师，甚至连我跟周阳都目瞪口呆。这个选修课是电影鉴赏，简单来说就是看电影的水课。老师布置了一个电影心得结课作业，2周后上交，说白了就是抄模板，凑够了字数，老师都给打高分。总之，这种选修课老师不会管人，这种代抄代写都是心知肚明的。陈淼淼是第一个把他抖到明面上来的人。老师冷静地推了推眼镜，好的，这位同学，你先坐下，等下了课老师会处理这件事。谁知道陈淼淼不依不饶，一定要老师当场处理，应该严惩周阳和林成，给2人红头文件处理。老师的太阳穴突突直跳，没想到陈淼淼根本听不懂他的弦外之音，还在叫嚣着要他处理我和周阳。老师一脸为难，周阳正在打游戏，腾不出嘴骂他。我笑了笑站起来，你说是我给周阳写的，你有证据吗？陈淼淼得意一笑，你们寝室的宋宇豪都看到了，还能有假不成？我摇摇头，觉得他蠢得离谱。宋宇豪说是我给周阳写的，那我还说我看到你给宋宇豪写了呢。陈淼淼恶狠狠瞪我，一副要吃了我的模样。我慢悠悠补充，都是我亲眼看到的，还能是假的不成？我随即对老师说，老师，这作业是周阳自己写的，您可以对比一下我们2个的字迹。老师松了口气，点了点头，对比了一下字迹，确实是周阳的字迹。陈淼淼同学，你确实误会林成和周阳了。陈淼淼崩溃，还要大叫着说什么，最终被宋宇豪以他身体不舒服为由请假，拉出了教室。这作业我发给了周阳草稿，是周阳自己写的。这种小事本没什么，谁知陈淼淼会这么没脑子，在这种事上做文章。一场闹剧结束，没想到陈淼淼不死心，继续作妖。他像上辈子一样开了直播网暴我。他打着我们学校的标签，吸引了很多义愤填膺的网友，说我趋炎附势，对富二代周阳毫无尊严，谄媚讨好。林成为了钱，在众目睽睽之下给富二代洗内裤，还痛心疾首的说我不听他的劝告，自甘堕落。他将这些事添油加醋的在直播间讲了一遍又一遍，直播间人气越来越高，进来吃瓜的网友也越来越多。他为了博眼球，留住流量，甚至捏造一些虚假的瓜安在我头上。过了几天，果然直播间已经挂上了小黄车，卖一些便宜彩妆、零食，甚至还有富二代周阳同款纯棉内裤。周阳看到后脸都绿了，一下摔了手里的手机，咬牙切齿把他直播间号发给我。陈淼淼和宋宇豪通过直播曝光我们的丑闻，2个人赚得盆满钵满，生活品质迅速上升。陈淼淼也昂首挺胸地背上了人生中第一个奢侈品包包，她将自己的化妆品也换了个遍，还装模作样在群里问2个大牌粉底选哪一个比较好。我皮肤比较娇贵，怕用了过敏，只能用一些贵的。群里鸦雀无声，根本没人回她。她自导自演了一会儿，好吧，现在暂定选香家的粉底液了。当在食堂看到陈淼淼后，我差点没认出来。周围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了她的身上，没别的原因，实在是太引人注目了。她穿着搭配着不伦不类的一身衣服，大大的 logo 印在身上，浑身彰显着我很有钱4个字，脖子上戴着不搭配的2条项链，手上也戴着乱七八糟的饰品。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把所有的身家都带出来了。更滑稽的是，她背了一个双肩包，又挎着一个单肩包。只是来食堂买个饭，她就准备了这些行头，生怕别人看不出她有钱。她脸上挂着得意的笑。被她嘲讽过的赵文雅阴阳怪气，陈淼淼不是最恨有钱人吗？怎么也开始吃人血馒头了？凭借着造谣凌城赚钱，真是可笑。陈淼淼眉毛一竖，自诩正义，你懂什么？我是在揭穿他们的黑暗，让大家都看看他们丑陋的面孔，引以为戒。陈淼淼高昂着头走了。他以为他的好日子才刚开始，没想到晚上再次开播时，发现直播间已经被封了。与此同时，助理给周阳打来电话，少爷，是办妥了。陈淼淼直播间被封，根本带不了货，但他和宋宇豪因为贪心接了太多广告合作，因此要赔偿巨额违约金。2人顷刻间将赚的所有钱都赔了进去，一夜回到解放前。陈淼淼在宿舍楼崩溃大哭，与宋宇豪打电话吵架，吵得整个宿舍楼都知道了。2人就这么水灵灵的破产了。但陈淼淼贪财高消费的欲念已经被勾起，高尚的外衣被撕碎，怎么肯再陪着宋宇豪抠抠搜搜的过以前的日子？2人吵架越来越频繁。情人节时，陈淼淼逼着宋宇豪给她送3000多的项链，转5201314发朋友圈。后来2人更是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一架，只因为宋宇豪让他 AA。2人刚谈恋爱时，吃饭、打车、住酒店什么都是 AA， 但过了一段时间有钱的日子，现在陈淼淼自己的钱都不够花，怎么愿意再 AA？2人闹得险些分手。最终宋宇豪主动求和，他觉得陈淼淼还有利用价值，想利用陈淼淼的莽撞愚蠢赚钱。一段时间后，直播间解封了，
宋宇豪利用陈淼淼重新炒起了热度，账号流量回来后，宋宇豪就把陈淼淼踹了，单独做直播。因为这个账号刚开始就是用宋宇豪的身份注册的，所以陈淼淼没有权利拿回账号的使用权，只能吃这个哑巴亏。为此，陈淼淼3番5次来男生宿舍楼下找宋宇豪闹，宋宇豪压根不搭理他。倒是有其他人看见陈淼淼，嘲讽道：“这不是道德标兵吗？还以为你不在乎这些流量这些钱呢。”陈淼淼瞬间炸毛，我根本就不是为了钱，我只是为了在更多的人面前曝光这些为了钱不择手段的蛀虫。陈淼淼回去后自己注册了账号开直播，除了曝光我和周洋之外，又多加了声讨宋宇豪，但是根本没有什么流量，即使有一点流量，也立马被违规封禁了。就这样播了几天，陈淼淼连电费和网费都没赚回来，而我确实已经凭借着前世的机遇抓住契机，跟已经毕业的学长创业，在这个风口上大赚了一笔。甚至在我流动资金不够时，周洋还慷慨解囊，主动借了我一大笔钱。我内心感动，刚准备挤出几滴眼泪，周洋摆摆手，就算不借你，这钱也被我买跑车了。我语塞，万恶的有钱人。大学毕业后，我交了女朋友，资产也过千万，虽然跟真正的有钱人还差一点，但也让奶奶过上了好日子。反倒是陈淼淼太想走捷径，被骗子钻空子骗财骗色，最后只能靠借贷度日。他穷困潦倒，但离谱的想法却一点也没变，依旧认为我的钱来的不光彩，是讨好有钱人得来的。每次回老家见了他，他都会眼神阴郁地看着我：“林成，你没有尊严吗？你会遭报应的。尊严。”如果我没记错，陈淼淼去年联系朋友想去做夜场，结果因为外形条件太差，没通过面试。真可笑，他不是对外声称自己是个清高自爱的人，绝不会通过这种方式赚钱吗？我将自己的兰博基尼停在门口后，便去老家阁楼打扫，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站在高处，我看见陈淼淼偷偷摸摸在我车边拍了好多合照，动作矫揉造作，仿佛这是他自己的车。我没在意，没想到第二天准备开车准备走，就听到了几个惊讶的声音：“哇，淼淼，那是你男朋友吗？好帅呀！”“肯定是啊，他还开着淼淼的车。”我没想到我的车也逃不了被陈淼淼造谣的命运。陈淼淼看着我，脸色一僵，拉着小姐妹飞快逃走了。最后一次遇见陈淼淼，是我陪客户吃饭时，在餐厅外遇见了疯疯癫癫的陈淼淼。她蓬头垢面，衣不蔽体，脸上还有被人抓的血痕。她抱着一个中年油腻暴发户的腿，死活不让他走。原来陈淼淼过不下去那种日子，去向宋宇豪复合。宋宇豪反手把她当作人情，介绍给了自己的一个中年合作商。就这样，陈淼淼做了合作商的情妇。前些日子被合作商原配发现了，今天合作商带着陈淼淼吃饭时，被原配找上门，在餐厅一顿厮打。陈淼淼死死抓着合作商，但合作商一心回家挽留原配，把他抛弃了。宋宇豪从一辆车上下来，狠狠给了陈淼淼一巴掌：“臭婊子，你就是这么给老子办事的！”陈淼淼彻底崩溃，和宋宇豪打起来。他将宋宇豪推倒，钻进他的车里。宋宇豪没拔钥匙，陈淼淼一脚油门冲向了宋宇豪，一声巨响，两人同归于尽。我看着唏嘘不已，控制不住欲望，便只能害人害己。但这都是他自己的选择，不是吗？很久以后，老家的石榴花开了，奶奶正在石榴树下乘凉。她已经90多了，身体依旧硬朗。奶奶摇着扇子，好久没见淼淼那丫头了，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我没回话，端给奶奶一杯绿豆水。奶奶笑了笑，眯着眼睛感慨：“程程真有出息，奶奶这辈子值了。”我点头，我这辈子也值了。